中国新型战术运输机运9E的推出有何目的？亮相沙特防务展将有怎样的收获？运9E运输机又能否比肩美国著名的 C-130大力神运输机？我们都知道，随着空军的飞速发展，运输机在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现代战争重视高速、机动和深入敌后作战，运输机的发展就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因为运输机所代表的后勤保障力就是战斗力，所以各国也不断加快对运输机的发展。中国在运输机的发展上也不断进行探索和发展，将自己的运输机不断进行更新和升级，以便可以更好适应空军发展的需要，从而可以为空军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。比如说，新型的运20运输机作为一款战略级运输机，运20的问世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军队的空中运输能力。而除了运20这样的战略运输机，中国也在原先战术运输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，设计出新一代战术运输机。而这些运输机则将目光瞄准了国际市场。这不，近日中国的运输机有了最新的消息。据消息称，在首届沙特利雅得国际防务展中，中国展出了包括枪、舰、炮、弹等先进武器。但是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国最新型战术运输机运9E运输机。然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并不是运9E运输机第一次亮相防务展。早在2017年巴黎航展和2018年新加坡航展，中国运9E运输机就以外贸版运输机身份亮相。但是相比于战斗机、教练机和各类无人机，中国运输机在国际市场的反应其实并不好。然而，中国的运9E运输机却在其中受到了十分广泛的关注。有消息称，缅甸已经预定购买一架，甚至有分析人士指出，由于中国的运9E运输机具有一些超高性能，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较大的改变，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国产 C-130运输机。那么，中国最新的运9E运输机有怎样的特性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运输机是一个国家军队空中军事运输中的最重要装备之一，主要承担战略级运输机到前沿基地之间的运输任务。运输机最大的特点就是航程有限，载重也有限，但是野战条件运输能力强悍，成为前沿和后方的桥梁。据悉，中国运9E运输机为运9中型运输机的改进型，其最大起飞重量65吨，最大载重量25吨，最大航程5700公里，最大燃料携带量23吨，实用升限10100米，巡航高度8000米，巡航速度550千米每小时。运9E运输机配备了4台涡桨 6C 型涡轮螺旋桨发动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国产 AG600、鲲鹏水陆两栖飞机也采用同型发动机。此外，其货舱容量155立方米，配有货物装卸滚轮和系颈环，可运载132名士兵或2辆 ZBD-03 空降战车，以及轻型卡车、货柜或托盘等各种其他军事装备，因此使其成为中国国内新一代前线运输机。我们都知道，目前世界上知名的战术运输机是美国的 C-130运输机。美国 C-130运输机空重34.4吨，最大起飞重量达70.3吨，配备有5名飞行人员，分别是飞行员、副驾驶、领航员、导航员和装卸长。其从1954年首飞至今，已经服役超过半个世纪，其服役国家超过70个。因此，至今为止，美国 C-130运输机仍是西方国家运输的主力机型。据悉，美国 C-130运输机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592公里每小时，航程达到3800公里，最大载重超过22吨。其设计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巨大的货舱设计，其货舱的宽度达到了3.12米。因此，美国 C-130运输机作为一款级运输机，其宽度设计还是非常突出的。甚至毫不夸张地说，美国 C-130运输机之所以能够服役超过半个世纪，至今经久不衰，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超大的货舱设计，从而带来的超强拓展改进空间，这就为空中运输机提供了巨大便利。此外，美国的 C-130运输机使用了4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，采用上单翼设计，机翼设计也采用了符合现代标准的最佳选项。其货舱门采用了上下2片开启的设计，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够在空中开合，而且在掠过空投之时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效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货舱设计外，美国 C-130运输机的掠地空投能力也是一项突出的设计。
这就让美国 C-130运输机可以在几乎贴近地面飞行的状态下，直接向地面投送一个最重可达11吨的货物，这样是相当伟大的设计了。因为在非常接近地面的情况下，如果想要进行这样的操作的话，那么将会十分困难。美国 C-130运输机在上述设计之外，为了能够充分满足野战条件使用的需要，其起落架设计也达到十分高的水平，且设计也非常巧妙。正是由于美国 C-130运输机有如此超高的性能，因此也让其成为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级运输机之一，也是美军空中运输机的绝对主力装备。因此，对比中国运9E运输机和美国 C-130运输机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运9E在运9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变，换装了功率更大的发动机，优化了机体和航电设备，不仅具有较强的运输能力，还可以作为一个灵活的应用平台，可以与运20运输机相互补充。因此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中国运9E运输机从纸面数据上看，运9E运输机的基本性能并不比美国 C-130运输机差。虽然美国 C-130运输机在发动机综合性能方面有优势，表现出更好的野战起降性能，但是就整体上来说，中国运9E运输机也不是全面处于劣势，甚至也已经达到了美军运输机的平均水平。相信要不了多久，中国就会在运输机上取得更大的突破，从而完成对美国的赶超。所以此次中国运9E运输机此次出现在国际防务展上，也是想要继续能够打开世界市场，从而扩大销路，让中国的运输机可以走向世界，从而对美国的运输机市场产生重大冲击，能够从中获利。然而，这并不是中国运9E运输机首次参加国外的防务展。在2021年的巴黎航展上，中国运9E就曾出现在展台上，而且在当时引发了十分广泛的关注，这也为中国运9E走向世界提供了舞台，能让更多的国家认识了解到中国的运输机，从而可以加快中国运输机走向世界。此次航展上展出的运9E运输机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座舱实现了装有平视显示器，这就让机舱内的机械系统转变为了光电系统，能够通过平视显示器来为飞机提供全部飞行信息，从而缩短了飞行员获取当前最重要信息的时间，大大增大了战斗效率。因此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，中国为了运9E运输机能够走向世界，也做了很大的改变，使其性能更加完善。现如今看，运9E运输机也成为了一款十分吸引人的运输机。不论是其的载重、座舱、适应性、低起降条件，还是其的适配性，这些也都成为了其竞争力的一部分。这也将大大提升中国运9E运输机的效率，扩大中国运输机的市场，从而可以赢得更多国家的青睐。